还是给我保管吧。不，全线。好了，别难过嘛。毕竟，这是一个诞生在乐园中、属于爱的故事呀。爱能够描绘想象，抒发内心。强强，给我！创造惊喜。阿华，强！嘿嘿，将彼此连接。爱让我们勇敢奔赴生活，艾丽，去感受世界的美好之处。很漂亮。谢谢。然后，将我们的爱继续传递吧。这就是爱的寓意呀！花瓣飞舞又落下，他们写就的故事翻开新的篇章，该启程了。有人这样提议着。可是，如果我们离开了乐园，孤独、苦恼就会再次降临在我们的心里。有人这样担心着。放心出发吧。爱神使者出现在永恒的乐园，绽放出可爱灿烂的笑脸。我已将爱的种子在大家心底埋下，它由你们与我的爱而萌发，因随大家遇见的爱长出枝桠。它将用荫蔽为每一个人遮风挡雨，用果实传递爱的奇迹。而我会继续将你们的旅途守望。人们温暖的笑脸，前行的勇气，就是爱神使者永远存在的证明。爱的意义，胜者的自吹自擂，自我感动，随便你怎么说。嗨，你好呀，要做个正式的自我介绍吗？不过，你好像已经知道我的名字了。那么，公平起见，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你最好的选择是离我远一点，不然，你现在的账号也很有可能被我再次顶替。不行啊，如果离你远一点，我就失去了解你的机会了。来吧，就像我在刚才那场帅气的战斗中所说的一样，让我们多多了解彼此。这样，我就能知道你的名字了。因为在这座由美丽的风景、可爱的笑声，还有温暖的祝愿凝聚而成的乐园里，不应该有人被落下，对吧？你还是那么喜欢说漂亮话。你不过是恣意抒发你的胜利宣言，来对失败者评头论足。艾莉西亚，你现在就像一只招摇的粉色喜鹊。粉色的喜鹊，听起来会是一只漂亮的小鸟，很符合我的少女心啊。但如果要认真说起来，或许还是爱神使者这个称号更契合这份力量的来源。毕竟，这是在这座梦幻的乐园中，因大家的心愿而诞生的力量。它承载着每个人遇到的温暖与感动，寄托着对明天的期待与祝福，也就是爱的力量啦。听上去是不是像冒着粉色泡泡的魔法一样奇妙？因为帮助每一个人遇见、传递爱意，就是爱神使者的使命。这么美好的世界，当然要可爱浪漫一点啦。帮助每个人传递心中所爱，
让他们遇见温暖的爱神使者。这么幼稚的传说，就和你口中的爱一样，骗骗小孩子罢了。你一遍又一遍在直播间对陌生人说着“我爱你们”，却看着自己的朋友承受痛苦，遭遇离别，然后用几句言语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将他们轻易打发走。他们为什么不明白？只有我的帮助才能让他们再也不必面对挫折。我明明比你做得更好，我明明比你更值得这份爱。那群人，哼，不愿意修改数据库里的裁员名单、绩效成绩、简历报表。等他们出去后面临凄惨的失业、繁重的工作，还有陌生的旅途，一定会后悔。或许吧。遇到烦恼时，大家总会下意识想到，要是什么都没发生过该有多好。可是，如果大家再次遇到类似的困难与苦恼，你要怎么做呢？还用问吗？继续用我的天赋与能力为他们修改数据，直到他们满意为止。在现在的世界，人生不就是因为一次次的量化测试与筛选，完全被写在数字里吗？但是我们的人生也总有数据无法改变的东西，对吧？无论我们多么努力的生活，却还是会遇到突如其来的意外，注定面对的离别，还有溘然消逝的生命。就算用更改数据的方式作弊，过去的遗憾也不能弥补，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没有消失。明天究竟是给我们带来痛苦还是惊喜，依然无法揣测。所以呢，你想告诉我什么？既然大家的生活总是要遭受意外与痛苦，你口中看不见摸不着的爱，又凭什么能解决大家真实的苦恼？是呀，我们的生活总是状况百出，可是有时候连太阳也无法照亮的阴霾，他人为我们递来的烛火，却能轻易将它驱散。等到离开这座乐园，聚会结束，凯文和鹰还是要与自己的工作搏斗，科斯摩与小格蕾修依然会遇见不被理解的烦恼，步入社会的华也将独自踏上陌生的旅途。可是因为一次次回望时记住的温暖，一次次前行时遇见的温暖，还有一次次启程时相信总会到来的温暖，我们便擦干泪水，鼓起勇气，再一次去拥抱生活。朋友鼓励的话语，家人明媚的笑脸，还有陌生人温柔的善意，都足以让我们去执拗的期待。眼前的风雪总会过去，明天或者下一个明天，一定是个可爱的好天气。人因爱而脆弱，也因爱而坚强。一点点鼓励，就能让大家擦去泪水，继续前行。我们这样平凡的人，就是如此容易感到满足呀。毕竟爱还有我们，都是不可思议的奇迹。那有什么用？人甚至不必出发，就能遇见路上有无数的离别、挫折在等着自己。一时的鼓励温暖，又能支撑多久？痛苦与孤独才是人的宿命。即便挫折与失败总会在生活中与大家不期而遇，但因此感到痛苦与孤独并不是我们的宿命呢。如果夜空曾被一闪而过的星星照亮，黑暗就已经不再是它的宿命。爱是最有生命力的花朵，一次拥抱的温暖足以将它照耀，一次感动的泪水足以将它滋养。即使有时花瓣凋谢，留在你记忆中的芬芳，依然能鼓励你安心踏上旅途。而或许在某个瞬间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那朵花已经永远地盛开在你的心中。你也在这条路上，像爱神使者一样，为大家带来了许许多多如花朵般芬芳的美好。所以，我才想要在直播中让大家感受到爱呀。就算只有一位观众因为妖精小姐的鼓励感到了温暖，那也是一件能让我高兴好久好久的事了。在
在直播中让大家感受到爱，是吗？可是，为什么妖精小姐从来不曾回应我的苦恼呢？看了你的每一条动态，每一场直播，在我开心时，你在对大家笑着；在我痛苦时，你也在对大家笑着。为什么有人能够永远对生活充满热情？为什么我常常感到孤独痛苦？后来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因为你在被大家爱着，被他们关心着，所以你拥抱这个世界时，才是那样的轻而易举。可凭什么呢？凭什么你用一点点花言巧语、微不足道的关心就能获得他们的爱意？我明明对他们所做的不止于此，究竟还要我做到什么地步？凭什么我无法赢得他们的关心？又凭什么我不是你？我想起来了，我在直播间的弹幕中曾看到过你的问题啊。一个毫无可爱之处的人，要怎样证明自己值得大家的爱？虽然那时候你好像没有回应我的回答，但我的答案还是和当时一样，你不需要证明任何事，因为你本身就值得被爱。喂，那边的，聊什么呢？蛋糕都烤好了，快给我过来拿！来啦！他们将启程的宣言写在名为泥土的纸上，眼前就出现了无数条前往明天的路。他们为了作别今日的拥抱而拥抱，他们为了迎接明日的欢笑而欢笑。你要到哪里去？他们互相问着。我想要去建立更多的乐园。他们一起回答着。于是飞花萦绕，在爱神使者的祝福中，他们的歌声飞向战空，如一片纯净的黎明，盛放出千颗太阳一般灿烂的奇迹，让每个人露出笑脸，踏上旅途。因为这座永恒的乐园终会如奇迹一般矗立在我们每一个人身边。